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我们常常以为人生中那些让我们痛苦、焦虑、执着的事情，一定是因为它们真的很重要。例如工作、成就、关系、身份，仿佛只要抓得够紧，人生就会比较安全。但佛陀在《金刚经》里却说了一句让人非常困惑的话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很多人一看到这句，就以为佛学在否定世界，好像在说人生是假的，努力没有意义，一切终究是空。但如果只是这样，《金刚经》不可能被流传2500年。佛陀真正要提醒的，其实不是世界不存在，而是我们太容易把暂时的现象误认为永恒不变的实体。梦并不是不存在，泡影也确实会出现，只是它们无法被抓住，无法被固定，也无法成为真正的依靠。这一集我们不把《金刚经》当宗教来读，而是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来看。如果这个世界本来就像一场梦，那我们到底错在哪里？又该如何在不迷失的情况下，继续好好的活在其中？佛陀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这句话看似抽象，但它指向的其实是世界的暂时性与非实体性。所有现象都会出现、改变、消失，像尘雾、泡影、电光一样，没有一个可以永远抓住。在《金刚经》中还有句话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提醒我们，表面上看起来坚固的事物，如财富、名声、关系，甚至我们自认为的我，都只是暂时呈现的现象，不是真正不变的实体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灵魂为了体验、学习而投射出来的暂时实相。就像电影里的场景，只要观察角度不同，整个感受就会改变。这个概念在现代科学里也有相似的对应。量子物理告诉我们，微观世界的粒子没有固定状态，直到被观察才呈现特定结果。全息宇宙原理则指出，整个宇宙的每一个局部都包含了整体讯息。换句话说，现象本身不固定，本质是整体，是量子场，是一时的投影。这和佛陀说的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完全呼应。我们看到的只是暂时呈现的相，背后的本质是无形的，是整体性的神性本源。更重要的是，《金刚经》提醒我们，不取于相，如不动。也就是说，面对这些现象，我们可以行动，可以体验，但不被他们绑架，不被表象迷惑。生活中的焦虑、恐惧、对未来的担心，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把暂时现象当成真实，因而抓得太紧。量子物理告诉我们，观察本身会影响结果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心若执着，幻象就成为束缚。另一句经文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正是这层意思。它不是叫我们放弃生活、放弃成就，而是提醒我们，行动可以全力投入，但不要把结果当作身份或安全感的依靠。就像灵魂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投射自己，不必抓住每个投影，也不必否定它们的存在，而是用心体验、学习、觉察。最后，《金刚经》还说过，一切诸相皆是佛法，也呼应这个思想。换句话说，每个现象都是一面镜子，每个经验都是修行的教材。你看见的世界、经历的情绪、遭遇的困境，都是灵魂成长的场域。理解它们是暂时的、投影的，不是逃避世界，而是学会在幻象中觉察真实本质。这就是这一段的核心，世界是暂时呈现的幻象，本质是整体、无形、神性本源。量子物理和宇宙全息理论提供了现代隐喻。佛陀的智慧告诉我们如何在幻象里不迷失，既能体验，又能保持清明。
金刚经里佛陀说，要破除四众相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乍看很抽象，但其实就是在指向我们每天生活中最容易被困住的心智陷阱。首先是我相，我们执着于有一个固定的我，这个我其实只是心智建构出来的幻想，是以过去经验、角色、欲望与恐惧拼凑出的身份感。加拿大心灵作家艾克哈特·托勒常说，我们的心智用过去和未来来定义自己，然而真正的我只存在当下。佛陀同样告诉我们，这个我并非永恒实体，它只是暂时投影。当你开始观察自己的念头、情绪、习惯，而不完全认同他们，你就开始破除我相。这不是要你消失，而是让你看到真实的自己存在于当下，源自神性本源，而不是过去或未来的故事。第二是人相，我与他的对立，我们很容易把世界分成我和他，产生比较、竞争、嫉妒或防卫心。这正是我在前一集《西方极乐世界》里讲的分离感，也就是苦的根源。佛陀提醒我们，这种分离感其实是心智错觉，因为每个人、每个生命都是来自同源的神性本源。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就不会被他人的成功或失败而绑架，也能以平等与慈悲看待周遭。第三是众生相，我们执着于集体或生命的各种分类。性别、种族、国家、社会角色，甚至灵性层级，都可能让我们觉得自己或他人被限定。佛陀说，这些相都是暂时、无自性的，真正的本质是合一的整体。这也呼应本频道常说的概念，万物皆来自于同一个神性源头，个体差异只是表象。当我们破除众生相，就能以更广阔的视野体验生命，而不被社会框架或比较心束缚。最后是寿者相，执着于生命长短或永恒。时间在小我心智中被线性化，我们担心未来，怀念过去，或渴望永生。佛陀提醒，时间只是心智制造的幻想，本质不存在长短、过去或未来。托勒也指出，对时间的执着就是痛苦的来源。当你意识到这点，当下就成为真正可以感受、行动、创造的空间。这四项如果都被抓住，我们就会被幻象束缚。但当我们开始觉察、观察而不执着，就能看到生活的真实本质。我不是固定不变，它不是对立存在，众生不是分离的集合，时间不是束缚。这里也可以回到佛陀的提醒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意思是，我们仍然可以做事、学习、爱人、追求理想，但不要把这些当作需要被抓住的实体。真正的智慧是在参与世界，而不被世界绑架。换句话说，破四相不是逃避人生，而是让你在生活中保持觉察。当下的每一个选择、每一个观察、每一个情绪，都能成为灵魂成长的教材。你看到的世界仍然是真实的，但不再是束缚你的小我世界，而是一个可探索、可体验、可觉察的场。破了四相，看透幻象，我们可能会问，既然一切都是暂时投影，是不是就该什么都不做，人生直接躺平就好？佛陀的答案恰恰相反，金刚经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也就是说，心可以自由地投入每一件事情，但不要把结果当成依靠。你可以努力工作，追求理想，建立关系，也可以付出爱与智慧，但不要把它们当作我一定要得到的安全感，否则幻象就变成束缚。这正像我们现代生活中常面临的困境。很多人努力追求成功或幸福，却越抓越紧，越焦虑越失衡。佛陀告诉我们，行动的意义不在于外在结果，而在于你与世界互动的过程本身。量子隐喻也说明了这个道理，观察者的心态会影响现象，但不代表观察本身是控制。
行动不是为了操控世界，而是参与、学习、体验、觉察。同时，《金刚经》还提醒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意思是，连佛法教义本身都不可执着，它只是工具、指引、方法。在现代隐喻里，我们可以把佛法看作灵性指南针或行动模型，帮助我们理解现象，觉察小我，但不必迷信或将它当作束缚。这段智慧也呼应托勒借由印度经书《保加梵歌》所强调的，真正自由的行动是在当下觉察中全心投入，而不被结果绑架。无论是创造、爱人、学习，还是灵魂成长，每一步都是修行，都是觉察的实验。换句话说，不执着不是消极避世，而是智慧的参与世界。看见幻象，但仍然体验；观察小我，但仍然行动；明白一切无常，但仍然付出。这也是佛陀在全经里反复强调的中道智慧：不陷入执着，也不陷入否定；不被幻象困住，也不逃避体验。生活中每个选择，每个互动，都成为理解真实本质的教材。所以，行动与不执着不是矛盾，而是统一的智慧。你可以在全息投影的三维世界中，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同时保持清明与觉察，不被幻象捆绑。这就是《金刚经》教给我们最实用的一种生活智慧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说：“若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”这句话不是抽象的哲学口号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当你能看穿现象的暂时性与无自性，不再被表象迷惑，你就能直接触碰到生命的本质。白话来说就是看穿，但不是否定，世界依然存在，情绪依然真实，但你不被幻想捆绑。行动，但不迷失；做事可以全力投入，付出可以深刻，但不必将结果当作唯一衡量。使用世界，但不被世界定义。生命中的经验都是教材，都是投影，但它们不是你的全部。回到我们频道的核心理念，当你不再被小我叙事绑住，当下的每一刻就成为最真实的入口。不必追逐幻象中的永恒，不必抓住分离感，也不必陷在时间的线性幻象里。量子物理与全息理论告诉我们，世界的每个现象都是暂时投射，本质是整体渔场。破四相的智慧提醒我们，自我、他人、众生、时间都只是暂时呈现的小我投影，而行动不执着则给了我们自由，我们既能全心参与，又不被幻象绑架。这样的整合，让我们在生活中保持清明与觉察，在幻象中行动、体验、成长，却不被束缚，也不否定世界。它不是极端的消极或激进，而是一种成熟的生活智慧，提醒我们生活、灵性、行动与觉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。同时，理解了如梦幻泡影的本质，也掌握了破四相与行动智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更深入探讨，为什么在显化过程中放下反而是力量的来源。本片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开始，到量子科学与全息理论，再到破四相，行动不执着，最后回到当下的真实与觉察，形成一个完整闭环，让观众既能理解佛学智慧，也能感受到它与现代科学隐喻、生活实践的深刻连结。把艰深难懂的佛学经文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